好，那么除了高虹安被起诉的部分，也有不起诉的部分啊，包括资策会当时呢也告高虹安背信啊。我认为资策会那个时候也是这个应该受到某种程度的压力啊。那不起诉啊，这个高虹安怒批说资策会的指控通通是不实指控，而且你不排除提告他诬告。不过因为也有人讲，虽然他是一个机构，所以很难告他诬告了哈。这可能要看法律师怎么讲哈。那另外呢，就是说，除了注册会以外呢，那论文也有这个像翁达瑞说你被永久下架了。柯文哲办公室出来讲说，这是选举操作非常的明显，而且Cincinnati大学去年也回函了，认为论文并没有版权的问题哈。那这个研究所的副研究长说，我已验证过，确认论文没有版权问题哈。怎么看？就是从资策会到Cincinnati的论文，这选举通通被搞出来。对，资策会其实我觉得他的那个不起诉书还蛮有趣的，因为我当时在侦查的过程当中，其实检察官4月28号传讯我的时候，我才第一次知道资策会到底告了我什么。好，因为我很好奇他到底告我什么。那他告了几条？第一条是说，你这个就是去美国念书没有经过报备。好，我们都不知道你去美国念书，这个很好笑，因为其实我去美国念书是我的主管，大家都知道，所以我还翻了好几封邮件出来，是我的主管还关心我说，虹安你在美国学业跟事业做工作状况如何啊？然后我的指导教授还最好笑是我的指导教授还去跟我的主管报告我在这边念书跟工作的状况，所以我翻了很多 email 出来证明这件事。那不起诉书里面呢也写到说，其实资策会的主管有好几位，他们出来帮我作证说，当时他们也都知道我有出国念书哦。所以你知道，回到去年的大概9月、10月的时候，立法院还叫卓正宏执行长，就是那个民进党立委叫卓正宏执行长上质询台备询的时候，卓正宏还跟大家讲说，就是高虹安去国外念书，完全没有经过我们报备同意的程序，没有人知情，所以他真的是在国会公然说谎然后还有就是他还告了我一个，说我诈领这个去新加坡的一趟国外出差费。他说我去这一趟新加坡呢是做科制的事情，就是他说我兼差那个公司，但是呢实际上跟资策会没有关系。检察官跟我这样讲，我大笑，你知道，因为我去新加坡那一趟其实是资策会派我去的，然后呢，我领的奖牌上面还有写 Institute for Information Industry (III) 就是资策会的缩写。然后我去演讲的时候，还说 I am on behalf of III。所以你资策会，你现在真的是虚构了一个事实，就是说我明明是资策会派我去出国。派我去做这个工作，去领奖，而且最好笑是回来你还发新闻稿，还放在你的官方网站上面说我得了这个奖，结果你竟然可以在选举的时候突然跑去跟地检署告发刑事背信，说你高虹安你诈领我的国外出差费4万多块。我觉得这个我跟律师讨论完之后，他们觉得确实都已经构成了诬告的要件。可以告那个人吗？他们是说可能只能够告机构的代表人，就是代表人啦。其实。你应该，我觉得这也蛮合理的吧？总不能机构去告我啊，我不能告回去，这也很奇怪。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我当然会再跟我们的律师讨论一下。但是我想要讲的是说，资策会今天身为一个财团法人非营利的机构，可是在这整个选举的过程当中，竟然摇身一变成为执政党的打手，然后在立法院配合演出，公然说谎，我觉得这是一个蛮严重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北检也很聪明，就是他的不起诉书跟我的贪污起诉放在同一天，所以我的这个资策会不起诉呢，变成是好像就这样子，就没了。对，那我觉得资策会就这样逃过一劫，实在是也对蛮厉害的这样。不过另外也是北检表示，你看我也有不起诉啊，所以我起诉他，表示我的确有正当理由。不同的检察官，检察官是不同的，但是同一天，连股都不一样。同一天？不是同一天，他们不同时间做这个立案的。Okay. 但是4月28号是同一天就是开庭，开2个庭。那论文是那天的论文到底怎样？那题论文其实在去年选举的时候，我已经出示了2个证据，一个是我们的学伦会的这个刚刚讲的这个就是老师，他其实学伦会的老师已经给我 email， 那后来不是大家就说什么只是 email 啊，不够正式啊，所以后来在选前的一天，我也有出示，就是我们的学院
好的院长他正式发正式的这个校方的这个函文，就是写说这个没有任何研究不当的问题。因为其实这个东西它牵涉到的是所谓的 self plagiarism， 就是你是不是有自我去抄袭、自我去引用的问题。那这其实是回归到学术伦理，那学校来认定。所以在学校认定这件事情上面，其实它并没有说这个自我引用，因为我的那2篇都是第一作者。而且我那2篇的论文，第一作者底下，其实我是有2个 title， 一个是资策会，一个是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就是我是同时有2个身份。所以 UC 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会觉得说，我今天我引用的是我2篇第一作者的论文，在我的博论里面，他们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正常项，没有任何研究不当，所以我得到的是官方的认证。那至于说下架，我也要讲一下，当时你记得我不知道民进党绿营侧翼都发起了一个什么，大家一起去下载论文，我记得好像还下载了非常好像很多数字这样，就是他们下载的数字非常的大量。然后这个东西我在猜，可能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后来其实他的那个论文网页，它其实就干脆就是下架掉，不要让人家一直不停的这样子去冲那个点阅数。就是说你有没有想到，因为你其实搞政治没多久哈，那就遇到这么多事情哈。如果重新来过，你会还一样吗？走同样的路吗？还是算了，政治太复杂，不要碰？我想其实，在政治这条路，真的我其实一开始在选择，就是说，因为那个郭董那时候跟我讲说要推荐我去民众党当不分区的立委的候选人。其实当时我心里面也很挣扎，因为就会觉得政治好复杂，然后政治其实，外面的人看都会觉得说，好像里面的这个政治的美感，还有被攻击等等的东西。但是后来当然因为郭董的这个强力推荐哦，真的是把你推入火坑这样，所以进到立法院之后，我也是尽量的说，我们把立法委员的这个工作做好，既然有这样的机会交到我们手上。对，那当然在去年选举开始才真正的体会到厨房有多热，对，那风险也很高，所以我想其实我最近在跑地方的时候，也有很多人跟我讲说，真的他们看了高虹安，因为其实有很多长辈大概小朋友年纪可能跟我差不多，他们的第2代，他们说他们都回去跟他们讲，哪喜爱碰政治把你脚打断，对，就是什么东西都会出现，就莫名其妙的都会出来这样。好吧，这个你说这个，你才刚把林志坚的棒球案移到监察院就被起诉，时间太巧合哦。然后另外你也收到大联盟的报告哈，说虽然用英文写还没有全部看完，但是看起来不是很妙哈。那当然它中间的草皮的状况啦、废弃物啦、球场的排水不良，这边大家都看到。那也有民意代表说，希望你到时候原文跟译本都公开啊，除了译本，原文也公开，让大家看得懂英文，能够去对照、去比照啊等等哈，到底怎么回事？我先讲一下，因为这几天就是有很多网络或者是报道就开始又不时的在抹黑，说我好像是因为我被起诉，所以我把棒球场的这个大联盟报告拿出来转移焦点。我要跟大家讲，完全不是这件事情，因为不知道赵大哥还记不记得，7月13号的时候是我们那个美国大联盟的指定的常务专家 Brian View 来到台湾，那大家都知道，新闻也都有写。当时很多人就问说，这个报告什么时候会出来？所以我那一天我就有回应说1个月后出来。所以7月13、7月14，他把这个场地看完了，回去之后1个月后不就8月14号吗？所以我反而要问啊，那检察官你干嘛起诉我在8月14号？是不是你要把我这个大联盟的报告把它压下去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不能够这样子去串这个因果关系。那当然，我8月14号收到，因为他就是8月14号到送达新竹市政府。送达之后，我先看了一下，因为是英文的，所以我先整个浏览了一下，我大概知道里面的内容讲到的状况，其实真的，可能后面我们需要做很多的一些努力，才可以有办法把它改好。但是当然，因为这个报告它是英文，所以我当时我们想说，如果要公开，或者是要跟我们的一些公务专家讨论的话，当然还是请这个厂商还是要把它翻成中文会比较好，所以才会礼拜1收到之后，我大概先看了一下，那礼拜2他们就请人家去翻译。那当然府内我们也要针对里面的内容先讨论，依据这个报告我们后续要怎么做。那所以真的不是像大家讲的说什么，好像我拿这个东西出来去转移焦点。那一天其实被访问到也是记者主动来问我，因为大家都有记，可能大家都记到那个行事历上面1个月后报告会出来哈，所以呢，我当天是被问到。那再来就是说，那原文跟译文是不是要一并公布？这个部分的话，我想其实如果大家不相信我们翻的
中文，那当然就给大家看原文就好。其实我并没有说什么，好像因为要骗大家什么，把翻译的东西什么都翻的好像对谁很好，对谁不好，什么都没有这样子的企图。所以如果要看原文，当然原文就看原文啊，没有任何问题啊。好吧，最后一个问题了哈，你觉得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起诉你？也有人说哦，是因为你移送林智坚；也有人说因为要选总统，柯 P 郭董啊，趁机这个一箭双雕，打了你就打了他们的。但你怎么想？其实我没有办法去猜测，因为确实这几天有很多一些大家的想法都出现，不管是说从我们，因为大家也知道，就是其实7月28号我们是移送林智坚到监察院，那这个事情这个移送也并不是说好像我在清算或什么，因为从去年开始。棒球场事件一爆发之后，其实监察院审计室就会一直不停的来函，期望我们新竹市政府要做所谓的行政疏失、行政调查。那因为他审计室来的这个函文，他会一直不停的增加，他一直调查会一直有新的事项增加，像中间大家所熟知的那个排水4000万被删除。那也是后来他才又加了一项这个进来，说要我们做行政调查，所以一直加项目之后，我们到了7月，终于把这个行政调查完成。那里面包含林智坚前市长，包含吴唐安现任次长，其实都会是在这个行政调查当中会被移送的对象。那当时因为7月28号呢移送的时候，我就想说，这个现在是选举期间吼，我们不要说好像移送还要发个新闻稿、开个记者会都不需要，所以我们是默默的，我们就是把这个函文回给监察院，那同时也附检调。因为检调有提到说我们有这些行政调查也都要给他们，所以我们就默默做完了这件事情，也没有去发任何新闻稿。对，那当然后来人家就讲说，就是这个时间点啊，就是你7月28号你移送，然后你马上2个礼拜就被起诉了，是什么样的政治清算吗？还是说呢是大家在讲这个云豹的事情，就是台电亏损？有人这样讲，徐巧芯认为是要转移云豹小公主的新闻。对，徐巧芯他讲到是说，那台电跟云豹的这个关系其实它闹得很大，那闹得很大的情况下，可能就是为了要转移这个焦点。那确实啊，你看，就是一个是46万的一个案子，而且46万里面就是都是在公务支出好，然后另外一个案子是这么大的一个。就是我们讲说他们觉得掏空台电的事情，结果没想到这个案子出来之后，他所获得的就是特定政党倾向的媒体跟社群的关注度，却远远超过这个。甚至我昨天还问了一下我们的一个顾问他还跟我讲说，这个就是我们那一天礼拜一的声量，是目前这几个月来总统大选来说声量最高的一天。他说上一次的是 Me Too， 但是 Me Too 是娱乐版。就是娱乐圈，就是政治的新闻最高就是在8月14号那一天，所以我觉得这在比例原则上面跟实际上是公共利益的关注程度上来说，确实它有这样子的可能性，没有错。好，那么今天非常谢谢高虹安啊，新竹市政那么忙啊，但是因为大家就像他刚刚讲，大家非常关切这个案子了啊，希望你一切顺利，好不好？啊，谢谢张，因为将来到法院还是一场硬战了啊。因为我自己很多经验了，他跑法院跑很多次了第一次，对，因为他是第一次，我开始跟他讲不要紧张，他说第一次第一次对这个搞政治有时候也难免了是，谢谢赵大哥，谢谢，加油啊！好，那么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有林俊宪委员、徐普副秘书长、蓝轩小姐、王宏伟委员、钟佩君议员、唐强龙先生啊。那赖清德因为他这个去程的时候到巴拉圭是经过纽约，回程是经过旧金山。那已经到了旧金山那有500个侨胞在纽约的时候有700个侨胞，在旧金山500个侨胞热情欢迎他那大陆的侨团又来抗议那美国警察就把他们隔离在这个一条马路之外AIT 主席因为去的时候 AIT 主席罗森伯格他妹妹结婚没去嘛，那这次有去，萧美琴也接机，罗森伯格也接机，而且他们一起去出席侨宴侨胞都很热情了那赖清德有讲话，他说距离因为旧金山有矽谷嘛，距离矽谷最近的就是台湾。他要把台湾打造成为另外一个矽谷那另外呢，中国驻旧金山的总领事馆发言人说，
赖清德是麻烦制造者啊。去的时候也讲一次，现在回来又是讲 troublemaker 啊。那另外呢，这个大陆国台办的副主任潘贤长今天也说，台独分子访美国一次，台湾民众的利益就受损一次啊。因为赖清德被指说台独是借中华民国的可上市，民进党今天说中华民国跟台湾2个词具有连通性，我们看一下。终于在旧金山，赖清德跟 AIT 主席碰面了。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so much. 主动关心罗森伯格妹妹婚礼，其实也是要再澄清 AIT 主席是真的家中有事，所以才会现身纽约，并非自己被降低规格。而且这旧金山的乔宴，罗森伯格不在，录影现身。我们特别要给最热烈的掌声给 Laura Rosenberg。再大声一点，再大声一点。同场的还有美国前国土安全部长。First of all, Mr. Vice President, thank you for hosting me in Taipei and for the important time we spent together. 奥巴马时期的部长，现任总统情报顾问委员会委员，令凤凰陈市长也是主桌座上宾。而赖清德人都到了旧金山，当然要用矽谷经验拉近和台侨距离。至于民主，更是谈话重要元素。就算讲经济更较严肃，台湾要乘风破浪，行入世界决心。一点嘛都别受影响，让台湾成为民主世界的 MVP， 好不好？好不好？继灯塔和指南针后，赖清德对民主又有新的形容词：9小时的快闪过境，但也有些人如影随形。这抗议赖清德的大陆人士可以说是如影随形哦，在赖清德举行乔宴的饭店对接呢，这大陆人士又来了，而且同样都是由统一促进会来发起。这一次，赖清德对陆方抗议视而不见，或许也因为刚刚已经挥手回应过了。来，君天兄怎么看？赖清德这次主要是以总统特使身份去参加巴拉圭的新任总统就职典礼。那我觉得大家很多关切的就是，他其中过境美国当然是非常最重要的。那我认为赖清德在东西两岸都是会见我们当地的侨胞，那两地侨胞也都为他办了非常盛大的那个欢迎的一个聚会啦。那国内很多人当然会比较赖清德去美国啦，这规格如何啦，见得如何？那基本上我就有2个很敏感的地方赖清德他是具有官方身份，他是现任的副总统。那第2个呢，他又具有候选人的身份。所以那如何接待赖清德，这其实是事先这美台双方当然都有相当的大家。就如何来完成这一次的访美行程？那副总统过去访美国，其实没有很多的例子可以参考了，所以呢，他大概就是用如果他那个那接机谁去接？基本上不是 AIT 主席，大概就是他的执行理事了。那这次刚刚主持人也提过嘛在去程的时候 ，AIT 主席他家里有喜事嘛，那所以他回程的时候在旧金山见了赖清德。那至于一些国会议员其实台湾大概有史以来，外交部大概最近这1年来是最忙碌的了。我们几乎每个月甚至每个礼拜都有外宾来不管是美国的参众议员甚至欧洲很多国家的那种外宾来台湾访问是非常频繁。那基本上赖清德几乎全部都见过面了。就是说，蔡总统除了接见以外，他也会安排赖清德私下再跟，尤其是美国来宾再见一次面。所以我是觉得这基本上有一点外交上的传承了，因为赖清德毕竟也是总统的候选人。那如果你硬要比较，我看我们提到说，那过去台湾的候选人去美国，蔡英文在2015年去美国访问，那时候的蔡英文是没有官方身份。他就是一个候选人，他还没有当选，所以在美国在安排上，包括未来的侯友也要去嘛，
柯文哲还要再去嘛？然后他也去过了。美国在安排上其中唯一我认为就是赖清德这个官方身份会比较对美国来讲的话是比较敏感。那第二个的话，一般外国政府国家在接待我们这种来访的来宾，尤其他具有总统候选人身份，他基本上也会求一个所谓的平衡对等原则了。美国也不希望说很凸显的好像美国就选哪一边挑哪一个他对于这个候选人的那个接见态度有很明显的落差不同。我认为美方也会极力避免这样子类似有一点好像美方在这次选举有一定的喜好人物等等不管如果在表面上他大概一定会有一个所谓的类似比较大家都差不多的那个程度了所以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他已经圆满的达成在参与代表总统以特使身份参与巴拉圭新任总统就职典礼。那回程以来，我看美方的反应尤其在美国的一些智库或者是美方的媒体代表上，基本上也对于赖清德这次访问也都有一些很正面的一个评价。洪伟，我想赖清德这一次的出访应该算是他在整个总统选举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行程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台湾的总统候选人呢都要去美国这个要面试一下。可是因为他是副总统的身份，那当然那就要去找一个很特别的这个行程。那这次呢就是去巴拉圭去参加就职典礼，然后过境美国。但是我觉得这一次的行程呢，有所谓的2个凸显。第一个凸显就是赖清德，他以副总统的身份去过境美国，但是没有得到过去历任副总统的一个接待规格，包括赖清德自己在内，因为赖清德也不是第一次过境美国。其实过去大家都知道，包含萧万长、吴敦义还有陈建仁他当副总统。还有赖清德自己，他们都以副总统的身份去过境美国，其实得到的待遇都是 AIT 的主席直接去接机，而且是登机去接机。那但是呢，这次很特殊，没有。那当然会有一个理由，就是说一个罗斯伯格他的这个妹妹结婚等等之类，所以这变成也一个话题。但是无论如何，这一次的规格确实是降低，而这降低应该最主要的理由还是因为他身负了一个总统候选人，那特别的敏感。那当然，这个敏感里面也包含美国自己本身，他要释放什么样的讯息。那每一次这个中共部分一定会抗议，一直不停的抗议。老讲，我觉得这样抗议是没有什么意思的那可是问题是，美国要释放什么样的讯息？所以这次的降低规格，当然跟他自己本身是总统候选人有关。第二个，再次凸显赖清德的台独标签。那么而且在这一段过程里面，前2天不是美国的彭博商业周刊有这个专访，这个也看出来了。这个看出来，其实绝大部分的讨论就是访问的内容都是在于台独相关的话题。那所以你看那个这个赖清德说：“哎呀，现在如果有疑美论、疑赖论，就你还要怀疑我这个赖清德这都是中共的认知作战这又打成中共的同路人。可是我想请问一下彭博商业周刊他也是中共的同路人吗？他的封面就是说 ，Can he keep the peace with Beijing？ 他就说，你能够维持台海之间的和平？所以请问一下，这样子的一个论调到底是说他是中共的同路人，他也属于中共的这个认知作战吗？所以也就是说，赖清德本身自己的台独路线，台湾人会讨论很多，我们自己内部讨论很多，美国人也不相信，美国的媒体也不相信。不然的话，不会在有限的外媒专访。其实赖清德，接受外媒专访并不多，真的不多。那么这么有限的外媒专访，结果其讨论的内容都是说，那你会不会台独？如果大家要追取实质的台独、震慑台独，你要怎么做？所以真的不要再讲什么以美论、以赖论，是所谓的中共同路人了。休息一下再回来。Samsung Galaxy Z Fold 5、Z Flip 5旗舰新折叠即刻超展开，万众瞩目，全新登场。您现在收看的是 TVBS。
现在为您播放的是少康战情室。好，媒体的电子报有一个新的民调了哈，侯友宜的民调支持度超车柯哦，真的假的啊？所以黄金交叉啊，那到底怎么样啊？好，我们看这里，赖清德看起来蛮稳的哈，那还是35.9，他大概一路就35左右，上下一点点啊。柯文哲跌到21.7，侯友宜变成21.9哦，因为这个图有点很接近了，其实差不多了，在统计学来讲。一样都一样了，这其实是一样的哈。那所以呢，看起来他们两个现在打平，就是说柯文哲有下来，侯友宜有上来一点啊。那另外呢，这个如果柯文哲变成21.7，所以说他垫底了。其实你问我，我觉得是跟侯友宜一样啊。那女性支持度有下降，这个跟民进党最近一直打他什么恨女啊、怨女啊、什么丑女啊、丑女有关啊。那这个新北市呢13.9%支持，他年轻人还是比较高，有36.5%，不过最高的时候他可能超过一半年轻人支持他，看起来有跌一些哈。那如果郭台铭参选，那这个柯文哲郭台铭支持度12.9%，侯友宜追平柯文哲啊，也就是赖清德还是这样，你看到没？几乎没动。35.9、34.8，这也在误差范围之内，几乎一样。换句话说，郭台铭参不参选，影响不了赖清德，赖清德就是这样。但是呢，也往上不了啊。那这个柯文哲跟这个侯友宜都是差不多在18.9这个地方，那郭台铭变成12.9哦。最早我们看的几个民调都是，如果这个郭台铭出来，影响最大的就是柯文哲啊。以前我看到是拉掉他大概7个百分点啊。那但是呢，情况并没有太大的改变，还基本上就这样子啊。所以不管是3角都、4角都，侯友宜跟柯文哲民调都很接近，看起来是这样。那吴子嘉分析了啊，说为什么716游行柯文哲往下走呢？照理讲，游行应该声势很大，应该往上走。所以因为民进党开始攻击序列，就是民进党开始最近一直攻击，反正民进党他希望把你几个人都打平哦，越打平对他越有利嘛哈。那朱立伦是说本来就应该这样嘛，本来这个侯友宜民调就不应该输柯文哲嘛哦，我们看一下。根据最新美丽岛电子报民调显示，2024总统支持度赖清德依旧夺冠，但侯友宜跟柯文哲呈现黄金交叉，以0.2%反超柯文哲拿下亚军。蓝军的回流，蓝军的团结，他的民调往上快速的提升。唉，不好意思，这张没有连贯。好了。你觉得原因是？你要看他统计方法，要改变呢。会不会担心就是现在就是变老三？隔着镜头似乎都感觉到柯文哲的忧心，因为另一份风采民调发现，从7月16到8月19这1个月来，两个对手20到29岁的年轻支持度都增加，唯独柯文哲下滑了7.7个百分点，被联想难道是跟这个有关系？民众党庆的空姐服热舞引发物化女性的争议，加上馆长开直播力挺，扯出赖品妤物化动漫议题，让动漫迷好生气，似乎也影响到年轻族群对柯文哲的看法。但柯文哲现在不只得顾年轻选民，还要留意可能独立参选的郭台铭。选总统始终没有松口，但动作越来越大。只是根据风采民调调查发现，撒卡都的状态，赖柯差距10%以内。一旦郭台铭参战，3人里对侯友宜影响最小，郭台铭也只拿第4名。反观赖清德还有30%以上的支持度，换言之，剩下3个和尚没水喝。现在有60%民意期待政党轮替，我们只有团结所有可以团结的力量。深深唤要郭董别冲动，国民党软硬兼施，还多次搬出关公，也要求小鸡跟郭台铭保持距离。能不能让更多蓝军回流，让民调作恶忘一，减少变数，是侯友宜当前努力的问题。来，副秘书长。对，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美丽岛民调怎样做出来说，
所以侯跟这个柯是打成平手的状态啊。但其实我们要讲的说，这跟过去美丽岛所每个月推出的国政民调有点不一样，它是所谓是每天做民调。那我们也觉得非常特别的是，它是抽出其中的3天来凑成做一份民调，也撇开了6日。所以第一个我们要讲的是说，抽样来讲的话，它都是全市化的，因为根据我们自己其实同一家的内参民调，市化跟手机大概会有5到8%的差距。所以说，我们觉得这个抽样当然是民调他们做的选择啦。另外一个是他抽的是礼拜5、礼拜1、礼拜2，跨掉了6日。其实这也跟柯文哲所支持的样貌，就是年轻族群来讲，他可能是6日，他比较可能会在家里接电话；那平常日可能就是一些比较是长辈，那这是我们的弱势，所以相对来说，在这份民调上看起来都会相对比较低一点。不过我们要讲到的是说，刚才提到的风采民调，还有包括我知道后续还有这2天可能会推出的民调来讲。其实，在柯文哲的民调状况来讲，目前还是比较是稳居第2的状态。但也不可否认的，从6月、7月、8月看起来，柯文哲民调是有往下的趋势，而侯友宜是的确是往上。这也跟着柯文哲遭受到有点是饱和攻击的状态，比如说丑女、艳女，比如说物化女性，这个大概是打年轻人，因为年轻人去接收资讯比较快，那他改变的方式他也比较快。这一块他可能就趋向了保留，他可能原本我表态力挺柯文哲，现在变得我保留一点。但还有另外一个，柯文哲过去很常讲的就是财政纪律这个人设。我们看到好像北流北议，或是说你还债原来是挪用基金等等，这也会让有一些部分的中间选民，他原本我就很力挺柯文哲，现在我会怀疑一下，然后我会看这个到底事情的状态样貌到底到最后什么，他会做决定。所以未来啦，当然我们针对这个所有的事宜啊，或是有一些问题，我们还是会来去解释以外，那跟年轻人还有长辈之间、世代之间多接触，这也是我们未来要走的方向。江龙，最近。柯文哲跟赖清德2个人都去了美国，但去了之后的效果都不好。那从郭台铭可以看得出来，他之前去美国去1个礼拜，但回来之后对民调各方没有任何帮助。在美国虽然他很努力做安排，但是没有什么话题性跟声量，就对自己的拉抬帮助不大。不管你见了基辛格，见了谁都一样。那赖清德是另外一个情况，赖清德回来之后的民调如何，我在看。因为这次美方对他的压抑是非常明显的，就是你看到的画面啦，一些的侨胞啦，外面呢站个几十个人、上百人啦，场内大家呢呐喊一下，那个大概都是司空见惯。可是美国不给你机会，这是事实。即使你今天回来在旧金山，除了 Rosenberg 出来了，其他仍然不可思议的是，不要说官员暗示性的支持的官员，或者民主党的。旧金山跟纽约都是民主党的超级大地盘，没有州长，没有市长，没有参议员，没有众议员，连共和党的都没有来，不可思议。赖清德在过境过程中被极端的压抑，但是接下去我觉得还一幕戏是，请问昨天的导弹的试射有没有特别的暗示？这次赖清德在过境的时候。解放军其实大概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除了东海的那个我认为跟赖清德没有关系的军演之外，解放军在台海的周围是看着没有动作，但是没有想到台湾的军方有动作，台湾挑在这2天的时间做导弹的试射。你今天射天弓等等，我觉得都 OK， 可是那个公路飞弹雄21是第一次曝光，雄21巡弋飞弹10多年了。从来没有曝光过，这个时候的曝光有没有特别的意思？你是觉得解放军太安静吗？所以当解放军没有动作的时候，我们需要有点动作吗？那个动作非常诡异啊！在过去，我们的领导人、副领导出门的时候是不会有这种事的。过去呢，你看到解放军靠近中线、靠近24海里，我们都不出海了。结果这一次解放军没有动作，结果我们射飞弹给大家看，而且告诉你我这是公路飞弹，可以到北京的。你是在挑衅北京，还是在挑衅华盛顿？挑衅华盛顿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个东西是华盛顿不愿意看到的。所以不要觉得昨天的那个导弹的试射把它分不，那是同一件事。在赖清德在美国的时候，在过境受压抑的时候，当台独信念被怀疑的时候，认为美国不支持的时候，我用一个导弹的试射来告诉大家说：别惊，我有飞弹。
我有雄2-1，我有雄升飞弹，我可以打到北京，是这个意思吗？昨天的这个试射的动作对我来说，我觉得极为敏感。我认为华府也好，北京也好，对这件事情呢，一定会做一些研究跟解读。至于这份的民调，我觉得这场的选举，反正赖清德现在就是3%-5%嘛。我觉得会不会下来一点，我不知道，但是上不去，那个是铁定的。那剩下的6%-5%的票，你就看怎么分嘛。3个人现在当然对郭台铭来讲有一些的变数，因为他应该看到他上不去了之后呢，那就有一个就退，另外就策略上面，那就是8月23号之后看，8月23号反正大家都有戏嘛。8月3号之后有没有郭柯配或者柯郭配的可能？如果没有的话呢，那就退吧。那剩下的2个人票要怎么分？对半分赖清德就有些机会，但是如果65%的选票呢是35%对30% OK， 但如果是40%对25%或者45%对20%的分配，那赖清德就没有戏了。所以接下去剩下的只有策略，没有弃保，因为里面一个变数就是国民党的票是没有办法弃的。国民党的票，你就算是2000年，你再怎么弃。连战在当时几乎全部的蓝军的深蓝的票全部灌到宋楚瑜身上，起码300万票啊！那你能怎么办？当国民党的票没有办法弃，而且现在看起来侯友宜在政策上面比较清楚，我觉得侯友宜最近呢没有犯什么错了，最少他的9·2共识说出来了，他的能源政策出来了，我觉得蓝军的心就定了。定了之后就看怎么往上走，慢慢往上走，还有150天的时间，150天里面，我认为侯友宜比较有戏。休息一下再回来。